住在古城弄堂里，包吃包住，还有免费的汉服体验，走遍东西南北4大城门，一起来体验建水市井烟火气，大阪古井打水做豆腐。此行带客户在建水旅居体验的最后一个住宿，我们选择在古城的弄堂里，更贴近建水古城里的市井生活。房里的空间也非常宽敞舒适，具有古韵，还有供应简单的下午茶点。民宿客栈距离大阪井约需步行15到20分钟，穿过西门后，在景点指示牌处走下斜坡道，很快就到了。水是生命之源，井则是人们获取地下水最好的途径。在建水，井在岁月的流逝中已成为了人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大阪井每天都有很多的当地居民前来取水，我也来体验一下。取完水之后是不可以再倒回去的哦，所以我用来洗洗手，感受井水的清凉洁净。大阪井是一口有着600多年历史的古井，民间还有先圈大阪井，后建临安城的说法。大阪井的水质偏软，尝起来有淡淡的甜味。建水人喜欢用大阪井的水煮饭烧茶，名扬在外的西门豆腐即是用大阪井的水制作而成。这个一天可以包多少个？2、3千哦。啊！阪井豆腐坊里面的工作人员非常娴熟地制作的菲力豆腐，据说要经过12道工序，如磨豆、磨浆、点卤、沙包、脱水、自然发酵等，全程无任何添加。用水也必须是西门大阪井甘甜的井水，是建水豆腐鲜美的不二秘方。随着建水豆腐的名声大噪，买回家自己料理或在店里品尝，增记豆腐都是来到这里的游客必然之选。上到2楼就闻到浓郁的豆香味，5元就可以豆浆、豆花吃到饱。豆腐、豆干、豆皮也是5元一份，非常经济实惠。加芝麻酱。第一次吃这个芝麻酱的味道，先沾满芝麻酱，现包现炸的啊。就是像吃麻酱面，就是面变成豆腐，很嫩，很好吃。吃饱喝足，顺着来时路从西门进到古城。门洞称清远门，城楼称义爽楼。建水的楼宇冠名、街道称谓，总有很深的文化意趣。清远和义爽
是清远怡然的美学追求。从西门到东门有观光车通行，搭乘一次3元人民币，随招即停。沿途有文庙、临安府署、朱家花园等多个景点，堪称建水古城文化景点最密集的观光路线。不过，若是上上下下每个景点都进入参观，车票加上门票可是不便宜的哦。建议可步行搭配选择即可。建水的历史要从唐元和年间的土城说起。南诏国在此修竹会立城，建成史超过1200年。元代时设置建水州，属临安路。明代时建立临安府后，朝阳楼方得建落成。到了清代时，改建水州为建水县。云南科举考试中榜者中，临安府占半数左右，故有临半榜之称。至此，建水古城成为云南的人文荟萃之地和滇南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我们搭的观光巴士，它在东门。云辉门和朝阳楼是建水古城4大城门楼中唯一未经战火摧残、无需历经重建而得以保存至今的，堪称活着的历史博物馆。下一站临安饭店，下一站朱家花园景区路口。有小狗挡路了。天君庙。随正卡从景区到了，下车的乘客请带好随身物品。北门也叫永贞门，净光楼则是古城的北城楼。我们上次住的府衙里和这次住的民宿客栈都靠近北门。客栈的早餐虽然品项少，米线、豆花等仍具有当地的饮食特色。吃完早餐，可就近到文庙公园，感受建水人的晨起生活。无论是跳跳广场舞、打打陀螺，都充满了蓬勃朝气。回到客栈，也可以好好选择换一套汉服穿上。电梯可以搭乘。出电梯。3楼的天台别有一番雅致，很适合穿上古装拍照。在官渡古镇时不敢尝试的我，也打开心房体验了一回呢。
站一共有3层楼，低楼层还拥有电梯，方便房客上下行李，在建水古城里可算是独一家了。规模虽然不大，但房间数也不少，各式房型和设施都非常完善，还可以包月，适合中长期旅居。月租按房型从3000元人民币起跳，包括水电、网络、清洁打扫、早餐和午餐，免费小电驴骑乘、汉服体验等等。比起一般旅居包吃包住按人数计价，这里以房计价，平均2人分摊下来是非常划算的。不过春节、五一长假、暑假、11长假期间，价格肯定会上涨，建议尽量避开旺季。吃午餐喽！气锅蒸蛋，气锅鸡，还有你看这气锅南瓜，对吧？还有气锅丸子。那个什么很香的是什么味道？现在那个味道是吧？是不是很香？那是什么味道？明早餐的底线。第一次品尝臭豆腐丸子，我们吃得津津有味呢。建水的短期旅居行程就要结束了，客户们的满意就是我的快乐泉源。下次再来，也许就是中长期旅居的开始。如果想了解更多云南各地的旅居资讯，请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哦。